美国主导多国组合拳，南海或再掀新风暴，一国率先叛变，为何说有大难？在美国副国务卿刚结束访华之行，美国赤鳖气急败坏，又开始主导6国打起组合拳，南海会再次掀起风暴吗？紧接着谢尔曼访华之行后，美国防长奥斯汀将访问东南亚国家，包括新加坡、越南以及菲律宾3国。这也是拜登政府内阁官员首次访问东南亚。据英国路透社报道称，在与新加坡、越南以及菲律宾会晤时，奥斯汀都将公开点名批评中国在南海的侵略行动，并强调保持更广泛地区的自由和开放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奥斯汀的访问紧接在谢尔曼访华之行以后，与此同时，也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印度之行时间吻合，在7月27号至28号，布林肯将对印度进行首次访问。分析称，布林肯此行将协调4方安全对话机制领导人面对面峰会的可能性，以及印美2+2对话相关事宜，而且中国又将成为主角。对此，印度商业标准报称，在布林肯访问印度前，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正在中国访问，而且布林肯还在谢尔致结束对日本访问后，致电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强调美日同盟对印太地区和世界和平安全的重要性。此外，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也将进入南海。此前，英国曾叫嚣，此举是为了让中国遵循国际秩序和规则。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盟友摩拳擦掌的时候，菲律宾突然叛变。26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特意提到，不可能因南海问题和中国展开争端，并强调中国对菲方的帮助。他之所以态度坚决，是因为他知道后果有多可怕。他在反驳批评人士时指出，即使菲律宾西部岛屿巴拉望岛的海岸，在你起飞飞往那儿之前，中国导弹约5到10分钟就能抵达，这将是一场大难。除了日本，其他几个国家都在美国对华政策上保持谨慎，圈子能不能拉起来还是一个问题。美国的一系列密集的举动都表明，他正在组建对抗中国阵线。虽然美国高官曾辩驳，这不是组建反华联盟，而是塑造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与盟友和伙伴一起应对中国胁迫，以及与我们利益和共同价值相悖的行动，维护国际秩序，把霸权主义拉小圈子说得这么清新脱俗，估计也只有虚伪的西方了。美怂恿英航母闯南海12海里，解放军直接划禁区，或让英国下不来台。近日，备受外界关注的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在经历了诸多坎坷，终于还是如愿抵达了南海。在此之前，英国军舰航行至黑海时，曾遭到俄罗斯海军的开火警告。虽然英国方面死不承认遭到警告射击，而且还嘴硬的叫嚣要继续自由航行，不过天公不作美，让英国舰队在航行途中爆发了大规模的新冠疫情，而且还有2艘随行的主力驱逐舰也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因为动力故障而被迫返港维修。正是在这种一波三折的情况下，英国海军才好不容易地抵达了中国南部海域。可是还没等他们稍作休整，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美媒就急忙拱火，怂恿英国海军进入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范围内开展航行活动。而且美媒还声称，这将是检验英美2国的特殊关系是否仍然存在的一种方式。但在分析看来，美媒这种行为无疑是让英国军舰去送死。我们都知道，12海里领海权是属于国家主权范围内的，而擅闯这个领域将被视为侵略。美媒丝毫没有顾及到这一点，公然怂恿英国海军来挑战解放军的底线，这就等同于将英国推向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如果英国为了表示对美国的忠心，听了他们的意见擅闯中国南海12海里，那必定会再现当年英国海军紫石英号军舰被炮轰的经典场面。而且中国解放军已经今非昔比，绝对有让英国航母回不去的实力，所以闯不闯12海里，这对于英国来说是个生存问题。另一方面，如果英国选择不闯，那美国肯定会对这个小弟感到失望。如此一来，英国之前所付出的努力可能全都白费，并且还有可能会面临美国的打压。毕竟翻脸不认人这种事情，美国可没少干。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英国航母打击群进入南海一事，中方目前暂时还没有发表任何警告声明。不过解放军却直接划下了军事禁区，宣布近日要在南海川岛东南海域举行军事训练，届时将不允许任何船只穿越相关海峡。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解放军在这个时候划出的禁区，显然是为英国航母量身定制的，因为该区域正好是英国航母在南海的必经之路。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这回英国恐怕要下不来台了。在面对解放军划下的禁区和美国大哥的催促之下，无论英国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其都不会有好果子吃。况且，解放军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如果英国还看不清形势，那最后下场肯定就像那瓮中捉鳖，只能任我们宰割了。中美会晤之际，美军机却又在南海搞事，还想跟中国玩边打边谈这一套。
中方该如何回应？近日，备受外界关注的中美高层对话在天津正式拉开序幕，这也是继安克雷格会晤之后，中美再次进行的一次激烈交锋。在对话开始时，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就一针见血地直接指出了中美关系陷入僵局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某些政客们一直都将中国视为假想敌。同时，中方还对美国提出了2份清单，要求美国纠正对华错误的政策以及言行。对此，作为美方代表的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在会谈中也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将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从表面上来看，美国态度还算可以，也许是中方猛烈的攻势让美国手足无措，但实际上在中美进行会晤的同一时期，美军却在南海实施了挑衅行为。就在英国海军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驶向南海之际，美国也派出了军机前往南海与英航母会合。报道称，在7月26日上午，巴士海峡上空同时出现了3架美军机，其中包括了1架美国空军的C-17A 运输机，另外还有4架 E-4B 空中指挥机和3架 KC-1352 加油机，从菲律宾上空直接扑向南海空域。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些美军机飞抵的位置，恰好正是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所航行的区域。结合此前英国国防大臣曾叫嚣要穿越中国南海争议水域，以及美媒怂恿英国海军闯入南海12海里这些事情来看，有分析人士认为，不排除这些军机是美军派来为英国海军助阵打气的，同时也有可能是趁着中美会晤之际，用这种方式来给中国施压，从而获得谈判筹码。但是在我们看来，美国这又是想跟中国玩边打边谈的那一套了。不过结果可能会让美失望，因为对于中国人而言，美国想一边施压一边逼中国做出妥协的这种伎俩，我们根本就不会吃这一套。况且现在美国还没搞清楚形势，在其国内经济危机深重难以自救的情况下，还妄图以实力地位出发请求中国帮忙，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最后希望美国能明白，中方的态度一直都很明确，那就是美国想谈可以，跟我们合作也可以，但是以威胁的形式或居高临下的姿态与我们对话，那回应他们的也必将是中国毫不留情的猛烈反击。俄罗斯决定在争议岛屿开展长期射击训练，日本虽然表示抗议，但也无济于事，真实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众所周知，日本和俄罗斯一直在南千岛群岛问题上存在一些纠纷，但是根据2战后的相关协议，当时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是被规定丧失了对北方4岛的主权，而苏联则像是赢得战利品一样，获得了北方4岛的领土主权，这在当时是被全球公认的，就连日本的盟友美国也承认了。然而，随着苏联解体以及日本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关于北方4岛的主权之争就又被日本人拿出来炒作了。对此，俄罗斯也是做出了2手准备。一方面，俄方主动释放友好信号，表示愿意与日本加强经济合作，但前提是日本放弃夺回北方4岛的野心。另一方面，俄军也做好了积极准备，时常在日本周边海域以及争议岛屿附近开展各种规模的军事演习。这种举动的目的已经非常明显了，那就是俄罗斯在警告日本，别再对北方4岛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想法了，因为在主权问题上跟俄罗斯是没得商量的。不过日本也没有打算放弃，在近段时间得到美国的支持之后，日本国内的极端分子不仅对中国进行攻击，还无视俄罗斯的警告，竟扬言要用武力夺回北方4岛。这对于俄罗斯来讲就是赤裸裸的挑衅，所以被惹怒的战斗民族开始进行反击。日前，俄总理米舒斯京就对所谓的争议岛屿进行了正式工作访问。这次访问也是继2019年8月时任俄总理梅德韦杰夫访问以来，俄罗斯总理首次访问北方4岛。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俄方这一行为已经很明确地告诉日本，所谓北方4岛的主权问题已经不用再过多交涉，俄罗斯方面都已经准备在岛上安排相关工作了，所以日本也就别再自讨没趣了。除此之外，根据日媒的报道称，俄罗斯政府还已经通知了日方，将于近日起到8月底会在北方4岛周围长期进行射击训练。对此，日本方面肯定是不同意的，所以他们紧急召见了俄驻日大使加卢金，对俄方这一系列的举动表示抗议。但是没想到被俄大使加卢金当场应对了回去。他表示，根据俄罗斯的立场来看，日方的抗议是不可接受的，所以也是无效的。对此，我们想说，日本也真的是看不懂形势，明知道自己与俄罗斯硬碰硬的下场只能是自讨苦吃，还非要舔着脸去挨骂。而俄罗斯明知北方4岛是日本不能言说的痛处，还在访问之后又通知人家要在此地长期训练，这种做法真的是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关键是日本还毫无办法，不得不说，普京这一招真的绝。接下来且看日本如何回应吧。